1300多年来，有那么一本书，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它列为头号禁书，谁敢私自收藏，轻则丢官罢职，重则人头落地。可越是严禁，民间就越是把它当成稀世珍宝，一代又一代冒着天大的风险偷偷地抄，偷偷地传，把它供奉成一本能看穿天命、预知兴亡的天书。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推背图》，它从唐朝开始，一项接着一项往后推演，传说里每一项都精准应验，从一个个王朝的兴起与覆灭，一直算到了我们此刻脚下踩着的这个时代。而在它全部60项当中，最让人坐立难安，也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就是排在后段的那神秘莫测的第53项。因为太多研究预言的人都深信不疑，这一项讲的正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惊天大变局过去之后，那个即将挺身而出，执掌整片神州大地的真命天子，他到底是谁？他从哪一个方向走来？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为什么远在1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敢一口咬定他姓什么，甚至连他是在人到中年的哪一刻才得了儿子都写得清清楚楚。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带你一句一句，一层一层，把这个压在无数人心头的千年谜团彻彻底底的揭开。不过先把丑话说在前头，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今天不是要吓唬谁，更不是要替谁算命定生死，而是要老老实实的回到原文，回到那几句古老到发黄的谶语里，看看古人究竟写下了什么，后人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它解读出来的。等到全部看完，这位真命天子到底是不是标题里说的那个他？这个答案我会原原本本的交还到你自己的手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科技这么发达、资讯这么爆炸的年代，还会有这么多人对1000多年前的几句古老谶语如此地着迷？我想，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人类天生就害怕未知，越是身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看不清前路的时代，我们就越是渴望能有那么一张地图，提前告诉我们这条路到底通向何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方人有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有圣经里的启示录，而我们东方人则有这一部神秘莫测的推背图。他们其实扮演着同样的一个角色，在人心最惶恐、最不安的时候，给人递上那么一点点关于未来的确定感，哪怕这一份确定本身也虚无缥缈、似是而非。读懂了这一层，你才会慢慢明白，我们今天聊推背图，聊的从来都不只是预言本身，更是预言背后那一颗颗渴望着安宁的滚烫的人心。要真正看懂第53项，我们得先把根挖清楚，弄明白推背图到底是一本什么来头的奇书。相传在唐朝开国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坐稳了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万里江山，按理说该高枕无忧了，可他偏偏夜里睡不安稳。他心里头老惦记着一件事，我大唐的国运到底还能延续多少年？我李家的天下会不会也像前面那些短命王朝一样，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这个念头一旦钻进心里，就像一根拔不掉的刺。于是他召来了当时天底下最顶尖的2位高人，一位叫李淳风，精通天文历法，能掐会算，是朝廷的司天监；另一位叫袁天罡，相术通神，据说看人一眼便能断其一生的祸福荣辱。皇帝一声令下，要这2位给大唐往后的气数好好推算一番。结果这一推就推得收不住了。李淳风像是着了魔一般，从眼前的大唐开始，一项接一项的往后排，从近处的王朝兴替，一路推演到了茫茫无际的遥远未来，眼看着就要把往后几千年的天机一股脑儿全给泄露出去。旁边的袁天罡实在看不下去了，伸手在他的后背上轻轻推了一把，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兄，天机不可再泄，还是就此打住，回去歇着吧。李淳风这才如梦初醒，恍恍惚惚的从那股玄妙的状态里退了出来，停下了手中的笔。这本旷世奇书也正因为这推背的一下得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推背图。也有人说，这名字其实藏在书的最后一项里，第60项的宋诗末尾，明明白白写着一句：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休，意思是天机说也说不完，与其穷追不舍，不如就此推开，回去歇息吧。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这个推背二字都透着一股看破天机之后的洒脱与苍凉。值得一提的是，推背图并不是孤零零的存在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这一类寓言奇书还有好几部，常被人并称在一起。比如明朝刘伯温留下的《烧饼歌》，相传是他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番神秘对答；比如北宋大易学家邵雍写下的梅花诗，整整10首，据说从宋朝一直预言到了今天。还有相传出自三国诸葛亮之手的《马前课》，以及据说是姜太公手笔的《乾坤万年歌》。这些书几乎无一例外，全都被历代官府列为严禁的谶书。可越是禁，他们在民间就越是流传的神乎其神。而在这所有的寓言奇书当中，推算得最玄妙、被推崇得最高的，公认就是这部推背图。它据说一口气推算了大唐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国运盛衰。那整本推背图到底长什么样？它一共是60项，结构工整的近乎刻板，每一项的最上面都是一幅看似简单却处处藏着机关的图画。图画底下先是4句谶语，那是最核心也最隐晦的天机。谶语之后再配上一首4句的宋诗，像是把那天机翻来覆去，换个说法再讲一遍。最后还要郑重其事地按上一个易经的卦象作为整一项的根基。后来到了明末清初，又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才子金圣叹，他逐项逐句地写下了自己的批注，把每一项都对应到一段具体的历史事件。他批注的这个版本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常见到的金批本。那么问题来了，推背图到底准不准？我们先别急着拍板，先来看看他过去那些被人津津乐道、传得神乎其神的应验。有意思的是，推背图的第一项并没有急着去讲哪一个具体的王朝，而是先把整本书的世界观端端正正地摆了出来。金圣叹解这第一项的时候说，古往今来的治世与乱世，原本就是彼此牵连，互为因果，就像天上的日月你来我往，又像阴阳二气此消彼长，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短短一句话就替后面的50多项定下了治乱循环的总基调。接着往下，我们挑几个最被津津乐道的应验细细的看。第一个是武则天，书里很靠前的一项画着一个女子手持利刃搅乱了整个天下，谶语里还藏着日月当空这4个耐人寻味的字，后人一看就拍案叫绝。这对应的分明就是690年前后那位武则天废唐自立、黄袍加身的故事。你想想，武则天当年为自己生造的那个名字照，不正是日月当空、光照天下的意思吗？古人这一手字谜玩的实在是太绝了。第二个是安史之乱，书里有一项，画面更是热闹，一匹马的鞍，一卷史书，还有一个倒地而亡的妇人。后人解读，这马鞍的鞍谐音就是安禄山的安，史书自然就是史思明的史，而那倒地的妇人正是杨贵妃。配的诗句里更有一句，木易若逢山下鬼，定于此处葬金环。木和易合起来是个杨字，山下的鬼藏着个为字，金环指的就是杨玉环，连起来讲的就是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杨贵妃最终命丧马嵬坡。一句诗竟把人名、地名还有结局全都包了进去。再往后翻，这样的对应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有人找到了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诸国纷纷归顺的影子，有人找到了1644年明朝覆灭、清军挥师入关的对应，甚至连1851年那场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还有1894年甲午海战的惨败，都被人从那些隐晦的字句里一一抠了出来。还有一项画着一只仿佛太阳旗般的飞鸟，被许许多多人解读为近代那场惨烈的日本侵华的预兆。最有意思的是，就连那些对推背图最不以为然的学者，也常常不得不承认，这一项恰恰是少数几个看上去确实有点神准的篇章。正是因为这一个接一个看上去严丝合缝的对应，推背图才被后人捧上了中华第一奇书的宝座。
有人甚至放出豪言说他构思之缜密，应验之神准，远远超过了西方那位诺查丹马斯写的《诸世纪》。历代的皇帝之所以那么怕他，把他定为头号禁书，道理其实很简单。一本据说能预言王朝兴亡的书，万一落到了有野心的人手里，那岂不是随时都能被拿来蛊惑人心，动摇国本？关于这一点，民间还流传着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据说当年宋朝的皇帝被这本书搅得寝食难安，可越禁，民间私底下抄得越凶，根本就禁不绝。于是有人替皇帝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毒计，干脆组织了一批人手，把推背图的次序故意打乱，再大量掺进真假难辨的冒牌货，让他们一起在民间流传。如此一来，市面上的版本多如牛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老百姓再也分不清到底哪一本才是真的。这本书的杀伤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古代帝王的眼里分量到底有多重。当然，这里头藏着一个我们待会儿一定要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去掰扯的关键争议，那就是这些所谓的应验，到底是古人真的事先就算到了，还是后人捧着一本已经写好的历史书，回过头去硬生生往那些模糊的字句上去套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因为它恰恰就是看懂第53象，看懂这整套真命天子预言的那一把钥匙。好，背景铺垫到这里，现在我们要往后翻了，翻到那些还没有完全应验，或者说正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展开的篇章。这些年，但凡是潜心研究推背图的人，几乎都把目光死死地定在了后段的那几项上，因为按照他们的排法，从第52项往后，整个画风就彻底变了，讲的不再是某一个王朝关起门来的兴衰更替，而是一场席卷整片神州大地，足以载入史册的大清算、大转折。就拿被讨论的最凶的那一项来说，图里赫然出现了一颗拖着长尾的扫帚星，古人管它叫禅枪。在咱们老祖宗的观念里，扫帚星一现身，往往就是天下将乱、旧秩序行将崩塌的不祥之兆。再配上那几句诗反复出现的意象，是天地一片晦暗无光，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外来客，最终要走向终结，走向送终。解读的人就说了，这个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的不速之客，指的根本就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源头在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他当年漂洋过海，闯进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如今气数已尽，到了要面临终结的时候了。而这一项里反复出现的那个送终的意象，更是让解读的人不寒而栗。送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那是为一个生命、为一个时代画上最后句点的仪式。古人把这2个沉甸甸的字放在了那个外来客的头上，言下之意，仿佛是在说，一个曾经主宰了这片土地命运的旧秩序，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要有人为他送葬了。而越是衰败的尽头，往往就越是新生的开端。就在这旧时代的丧钟敲响的同时，那位真正的主角也正在历史的幕布之后，悄悄地整理好衣冠，准备登场。一边是送终，一边是登基，一落一起之间，整个天下的气运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交接。我们在这里不去评判这种解读到底对不对，但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个极其有意思的现象。这几年把预言的指针拨向2026年前后的，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家。我们频道的老朋友帕克还有阿南德，这些年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同一个时间段。帕克反复谈到的是一个庞大的东方政权将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内部裂变，是最高层的权力洗牌，是边疆的离心离德，甚至是整个版图的分崩离析。而阿南德则一次又一次地把全球性的经济动荡、粮食危机以及大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冲突都指向了这几年。不只是他们2位，在中国自己的预言谱系里，还有一部相传出自不虚大师之手的预言，同样被许多人解读为在一场席卷天下的大劫之后，会有一位圣明的领袖站出来，收拾起破碎的旧山河。你看，不同的预言家隔着不同的时代，操着不同的语言，
揣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却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一样，都在描摹着同一幅大变局的图景。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真有什么东西在彼此呼应，我们不知道。但正是这种跨越了千年和国界的奇妙共鸣，才让推背图的第53象显得如此地与众不同。因为如果说前面那一项讲的是旧时代的落幕，是一场大幕的缓缓落下，那么紧接着的这第53象讲的就是大幕重新拉开之后，那个一步一步走上舞台正中央的人。现在让我们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传说中的第53象原原本本地摊开在你的面前。不过这里得先说一句，推背图流传到今天，版本实在太多，各项的编号也常常对不上。就拿这一项来说，在某些重新排过顺序的本子里，它其实被摆在了第58项的位置，而那个版本给它起的标题更是直白的惊人，竟然就叫做未来的元首。光是这4个字就足以让人心头猛地一震。不过为了方便，我们今天还是沿用流传最广的金批本，管它叫第53象。它配的卦象叫做大壮卦，干下震上，干代表的是天，是刚健；震代表的是雷，是震动。2个合在一起，用最直白的话来解，就是雷在天上轰轰作响，声势骇人。在易经里，大壮这2个字代表的是壮大，是强盛，是一股被死死压抑了许久之后，终于要喷薄而出，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力量。光是这个卦象本身，就已经透出一股要改朝换代的磅礴气势。可有意思的是，易经里讲大壮卦，从来都不只是一味地在讲力量。古人在解这一卦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君子以非礼服履。意思是，越是力量强盛的时候，真正的君子反而越要懂得克制，凡是不合乎礼义的事，一步都不能踏出去。卦里甚至还用了一头公羊，仗着自己力气大，硬要用脚去顶篱笆，结果反倒把脚给死死卡住，进退不得的形象来警告世人，蛮力如果不配上德行和分寸，下场往往是进退维谷，自取其辱。你把这层意思先记在心里，再回过头去看后面那句礼贤下士，去看那句顺天休命，你会猛然发现，这位关中天子的形象和大壮卦的精髓竟然严丝合缝。他手里握着的是足以改天换地的滔天力量，可他驾驭这股力量的方式偏偏是谦卑，是守礼，是顺应天命，刚健而不刚愎，强盛而不暴虐，这才是古人心目中真命天子该有的样子。再来看那幅配图，在流传下来的版本里，图中画的是3个人静静地站立着，彼此之间组成了一个三角形。3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是3股相互制衡的势力，是某种3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还是一种我们至今都还没能参透的权力结构？单单是这幅图就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谜题。而这个3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里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数字。一说到3方并立，我们脑子里立刻就会浮现出那段魏蜀吴3分天下的峥嵘岁月。3足鼎立，看似稳固，实则暗流汹涌，3股力量你来我往，明争暗斗，最终总要分出一个高下，归于一统。所以也有人大胆猜测，这幅三角图会不会是在暗示那场大变局之后的天下并不会立刻就安定下来，而是要先经历一段3方势力相互角力，彼此制衡的过渡时期，最后才由那位德才兼备的关中天子收拾残局，一统乾坤。当然，这依旧只是一种猜想。古人究竟为什么偏偏要画3个人？这道谜题的真正答案，恐怕还得留给时间去慢慢揭晓。接下来是那刻在最核心的4句谶语，原文是这么写的：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休命，半劳有子。然后是那首把天机又说了一遍的宋诗：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乾纲天下安，狱中2件惊奇美，前人不及后人才。最后是金圣叹留下的那句点睛的批注，他说：此项有一秦姓名孝者，登极关中，控制南北，或以秦为国号，此一志也。短短几10个字，
却像是一张被人撕得粉碎又一片一片重新拼凑起来的藏宝图。古人为什么非要把话说得这么隐晦，这么曲折？因为天机不可直说，一旦说破了便不灵了，可越是隐晦就越是勾人心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几十个字一句一句的掰开揉碎，看看这里头到底藏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先从打头的这一句关中天子说起。关中是哪里？这可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地名。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省的中部，以西安为核心的那一大片土地。古人有个说法叫800里秦川，讲的就是这片被群山环抱、沃野千里的平原。它四面都有险要的关隘把守，易守难攻，自古就有四塞之国的美名。你千万别小看这块地方，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它简直就是真命天子的摇篮，是龙兴之地。周朝在这里崛起，奠定了整个华夏的礼乐根基。秦朝从这里发兵，横扫六国，第一次把整个天下捏成了一个整体。汉朝在这里定都长安，打出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和名字，连那个让万国前来朝拜的盛唐国都也还是落在这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千年来得关中者往往就能得天下。所以当古人郑重地写下关中天子这4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悄悄地告诉你，这个未来执掌全局的人，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最古老的龙兴之地，扎在西边那片厚重的土地上。说到这里，你或许还会有一个更深的联想，回看中国的历史，那些在大乱之后挺身而出，重新一统山河的真命之主，竟然常常和这片西边的土地脱不开关系。当年汉高祖刘邦正是先入关中，约法3章，才赢得了天下人的心，最终打下了汉家400年的基业。后来天下大乱，又是汉光武帝刘秀从乱世的血泊里站起来，成就了光武中兴。再到隋末群雄并起，唐高祖李渊父子也是从太原起兵，直取关中，夺取了长安，这才开创了煌煌大唐。你看，一个又一个的开国之君，仿佛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剧本。乱世之中，从西边崛起，入主关中，安定天下。古人写下关中天子这4个字，会不会正是看透了这条贯穿千年的历史规律，笃定那位未来的真主也终将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那为什么又偏偏要叫他天子，而不直接叫皇帝呢？这里头就有讲究了。有解读的人就说，这个天子未必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一统江山、开疆拓土的开国之君。从那幅3个人站成3角的图来看，他更像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之后，顺应着天命挺身而出，重新收拾起破碎的旧河山，安定南北人心的那个关键人物。他是承接天命的人，是乱世洪流里的那一根定海神针。紧跟着的礼贤下士这4个字，又给这个人的性格添上了一笔极其重要的描摹。礼贤下士，意思是他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格外尊重，肯放下身段，甚至屈尊降贵地去招揽天下的人才。这4个字一出来，一个鲜活的形象就立起来了。他绝不是那种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一句逆耳忠言都听不进去的暴君，恰恰相反，他更像《三国演义》里那个三顾茅庐、礼数周到的刘备，又像那位鞠躬尽瘁、辅佐幼主的诸葛亮，是一个懂得用人，能把天下英才都聚拢到自己身边的治世之才。也只有具备了这样宽广的胸襟和气度，才压得住一个刚刚从大动荡里走出来，人心惶惶、百废待兴的天下。再往下，顺天休命，半劳有子这2句，顺天休命还算好理解，就是顺应天意，不倒行逆施，承接住一个美好的天命。可这个半劳有子就格外耐人寻味了。半老就是人到中年，已经不再年轻了，有子就是有了儿子。你想想看，古人为什么要在一个关乎天下大事、动辄生灵涂炭的大预言里，硬生生插进这么一句私人到不能再私人的家事？这在整部推背图里都是极其罕见的。解读的人就死死地抓住了这个细节，说这分明就是古人特意给后人留下的一个对暗号的线索。他在悄悄暗示我们，
这位关中天子是一个一直熬到了中年，大概在30到40岁之间，才终于得了儿子的人。你看，连这么具体入微的私事都点了出来，这就像在茫茫人海里给这个人贴上了一张独一无二的标签，一下子就把符合条件的人筛掉了一大半。说完了那4句谶语，我们再来看那首更直白也更要命的宋诗，这才是整个第53项真正的重头戏。第一句，一个孝子自西来，孝子又是一个孝字，你发现了没有？金圣叹在批注里也特意点明了这个人的名字里带着一个孝字。一个人被如此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强调他是孝子，这在古人的眼里可是天大的褒奖。在传统的价值体系里，百善孝为先，历代的王朝更是标榜要以孝治天下。一个以孝顺闻名天下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德行深厚，足以服众的。所以这个自西边而来的孝子，他不仅仅是有能力，更要紧的是他有德行，有人望，德与才在他的身上缺一不可。那么自西来这3个字到底该怎么讲？这就是整个第53项里被后人翻来覆去咀嚼的最多也争得最凶的一句。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这个人从西边来，可这西边到底是哪儿？有人说，你瞧瞧，陕西、山西、西安这些地方的名字里个个都带着一个西字，再结合前头关中天子那一句，这个人的籍贯10有8九就落在陕西，也就是古时候的秦地。也有人说，自西来未必是指他出生在西边，也很可能是说他是在中国的大西北那一片土地上发迹，是在那里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奠定了他往后一生的根基。可不管是哪一种解法，这支箭头最终都死死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西北、秦地、关中，线索又一次精准地重合了。第二句，手握钱纲天下安，钱纲指的是至高无上的权柄，是治理整个天下的纲纪。手握钱纲就是大权牢牢地握在了手里，后面紧跟着天下安这3个字，意思已经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这个人一旦执掌了大权，天下从此就重新安定了下来。你细细的品一品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他说的其实是这个人是来收拾乱局的，是来终结动荡，重建太平的。换句话说，在他出现之前，这片天下本来是不太平的，是乱的。这不就和前面那一项讲的那场大变局前后呼应，严丝合缝的接上了吗？乱世出英雄，大乱之后必有真主。第3句，狱中2件旌旗美，这句最悬，后人的分歧也最大。狱中就是这片疆域之内，2件旌旗，有人说是先后出现了2面不同的旗帜，这意味着一场政权的更替，旧的旗帜黯然落下，新的旗帜冉冉升起。也有人把它和最后那一句连起来读，说这个2件是在拿前后2位执政者做一番鲜明的对比。还有人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想，说这2面旗帜会不会是在暗示着某种分与合，比如海峡两岸，又比如南北疆域，最终都在这位天子的手里重新归于了一统。说到这海峡两岸这4个字，恐怕也正是这一项最牵动我们这一代人心弦的地方。我们频道有许许多多的朋友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于两岸之间的风吹草动再熟悉不过，也再敏感不过。所以当古人那句狱中2件旌旗美被人解读成两岸的分与合时，很多人的心都会猛地揪紧一下。但你一定要记得，这终究只是后人对一句千年谶语的一种推测而已。古人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脑子里究竟想的是什么，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断定。是政权的更迭也好，是疆域的离合也罢，这当中的每一种解读，其实都更像是我们把自己心底的期盼或是忧虑，悄悄投射到了那句模糊的诗句之上。与其执着于它到底预言了哪一种结局，倒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去珍惜眼前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去想一想自己真正盼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而这压轴的最后一句，前人不及后人才，恰恰就把这层深意给点透了。前人比不上后人的才干，这分明是在说
这位新登场的关中天子，他的才能要远远地胜过他的前一任。一个更有才干的人取代了一个能力远远不及他的人，登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你看，旧时代黯然落幕，新人物粉墨登场，而且是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一整套叙事的脉络到这里就彻底的完整了。最后，我们再回到金圣叹那句字字千钧的批注上，他把前面所有零散的线索最终浓缩成了一句话：此相有一秦，姓名孝者，登极关中，控制南北，或以秦为国号。金圣叹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个人要么姓秦，要么名字里带着一个孝字。他在关中这个古老的地方登上了大位，掌控住了南北的全局，甚至他极有可能会用秦这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字号来作为自己新政权的名号。你想想看，秦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名字，当年秦始皇正是从关中之地发迹，吞并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第一次让天下归于一统。如果真有一位新的天子从同样的关中之地崛起，重新缝合起破碎的山河，那用秦这个字来命名，岂不是有着一种改天换地、再造乾坤的磅礴寓意？最后，金圣叹意味深长地补了4个字：此一治也。意思是，这一项所预示的是一段天下大治、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你不妨在脑海里把这幅素描重新拼一遍：一个姓氏的线索，秦；一个品德的线索，孝；一个出身的线索，自西来，关中；一个年龄的线索，半老有子；一个性格的线索，礼贤下士；再加上一个结局的线索，天下安，后人才。古人就用这短短几十个字，竟然给这位传说中的真命天子画出了一张如此清晰、如此立体的素描。现在问题只剩下最后一个了，这张1000多年前就画好的素描，到底能对得上谁的那一张脸？要回答这个压轴的问题，我们还得请出推背图里另一个分量极重的篇章，第44象。因为太多人都相信第44象和第53象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甚至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第44象的谶语是日月丽天，群阴设伏，百灵来朝，双羽四足。他的宋诗则是：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赐宜重义称天子，喜极泰来9国春。金圣叹给这一项的批语格外醒目，他说：此象乃圣人复生，赐宜来朝之兆，一大治也。你注意到了吗？这一项里直接就蹦出了中国有圣人这几个重得不得了的字，而且这个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意思是他可能并不是那种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盖世英雄，但他却能像周朝那位开创了盛世的成王一样，成就出一番了不起的太平基业。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其貌不扬，却偏偏能成就一番大治的非典型圣人。而那压轴的一句否极泰来9国春，更是把整个基调点亮了。所谓否极泰来，讲的就是坏运气到了尽头，好日子就该回来了。最黑暗、最寒冷的隆冬一旦过去，紧跟着的必定是万物复苏的春天。而那个9国春则仿佛在说，到了那一天，普天之下，无论东西南北，都将沐浴在同一个太平盛世的春光里。你再回头看第53象那个礼贤下士、德才兼备的关中天子，是不是和这位让天下重见春天的中国圣人有着几分惊人的神似？正因为如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位中国圣人和那位关中天子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投在不同篇章里的影子。说到这个圣人，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说法，不只是推背图，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寓言奇书到了最后几页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人物。在民间，他有一个格外响亮的名号，叫做紫薇圣人。相传出自诸葛亮之手的马前课，据说在讲完了一个庞大政权齐到大衰的宿命之后，紧接着的一刻就明明白白地写着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在大灾大难之后，能拯救苍生的就只有这么一位圣人。刘伯温的烧饼歌，邵雍的梅花诗，
也都被许多解读者认为，最终都指向了这位在末世降临、普度众生的救世之主。于是，在那些笃信预言的人眼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恰恰就是这位紫薇圣人即将现身的时序。那么，第53象里那个自西来的关中天子，会不会就是他们苦苦寻觅了千百年的这位紫薇圣人？在民间千百年的口耳相传里，这位紫薇圣人渐渐被描摹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据说他出身平凡，并不显赫，甚至可能历经过不少坎坷与磨难。据说他德行深厚，悲天悯人，那一份人心更胜过他的雄才大略。又据说他会在一个天下大乱、人心惶惶的年代里，顺应天命，悄然降临。你把这幅民间想象中的圣人轮廓和第53象那位礼贤下士、以孝闻名、半老有子的关中天子并排放在一起，是不是又能找到一丝丝微妙的呼应？正因为这份呼应，才有那么多人把推背图的这一项看成是破解紫薇圣人身份的那一把最关键的钥匙。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期待，围绕着这位圣人天子到底是谁，民间这些年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吵得不可开交。最热闹的一波解读发生在2015年前后，当时分隔了几十年的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会面，也就是那场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性会晤。这场会面才刚一上演，立刻就有人把它和第44象对上了号。有人死死盯着那句双语四足，脑筋飞快的一转，说你看其中一位领导人的姓氏，上半边不正好就是一个雨字吗？还有人把那句日月丽天更是拆解得天花乱坠。有人说前面几位领导人里，一位的姓氏带着月字旁，另一位的名字顶上又顶着个日字，再加上那位夫人名字里的一个丽字，几个字一凑，可不就是活生生的日月丽天吗？甚至当年连官方背景的媒体文章里都罕见地出现了双语四角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场恰逢北京初雪的会面。一时之间，这位领导人到底是不是预言中的那位圣人天子，能不能带领整个国家走出寒冬，迎来春天，成了无数人争相议论的热门话题。当然，把宝压在某一位在位者的身上，只是众多解读里的一种，也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海峡的这一边。在台湾的一些说法里，那位带领苍生走向大同的紫薇圣人，恰恰会出在台湾继承华夏的正统道脉。还有人就在那个秦字上头吵得不可开交，一派咬定这个秦指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姓氏，这位天子极可能就姓秦。另一派却摆摆手说，不对，秦在这里指的是地方，是古时候的秦地，也就是陕西，讲的是这个人的出身，而不是他的姓。甚至连那幅三个人站成三角的图都有二种针锋相对的读法。乐观的人说，这分明是贤主与左右贤臣，君臣同心，共开太平。谨慎的人却说，未必，这三角分明是三股势力的对峙与角力，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你看，光是这么短短的一项，就能解出这么多五花八门，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但是，你有没有从这场热闹里咂摸出一点别的味道来？这种解读的方式，恰恰把预言最大的一个秘密暴露得一览无余，那就是它实在是太灵活，太能变了。同样是一句自西来，有人能解出陕西，有人能解出大西北；同样是一句双语四足，有人能从一个姓氏里硬拆出半个字来，有人却一口咬定那不过是指文官和武将齐聚一堂。预言的字句就像一团任人揉捏的橡皮泥，你心里先预设好了一个答案，再回过头去对照，总能想方设法把它捏成你心里早就想要的那个形状。所以对于这位真命天子到底是谁，我想说的可能会让你有点意外。最诚实的答案恰恰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推背图里的古人从头到尾给的都不是一个现成的名字，而是一连串清清楚楚的特征。他姓秦，或者名字里带着孝，他来自西边的关中，他人到中年才得子，他礼贤下士，德才兼备，他在一场大乱之后挺身而出，安定天下，而且才干远远胜过前人。古人留下的就是这样一张用特征拼凑出来的画像。至于这张画像
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那个谜底或许还静静地藏在我们这一代人尚未走完的未来里。标题里那个他，直到此时此刻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你以为这个故事到第53项就戛然而止了，那可就太小看古人的格局了。我们不妨再往后看一眼紧接着的第54项，他的宋诗里有这么振聋发聩的二句：环中自有真龙出，九曲黄河水不黄。一条真正的龙将要从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腾飞而起，而那条千百年来都浑浊不堪、泥沙俱下的黄河，竟然也将奇迹般的变得清澈见底。在中国的古老传说里，黄河水清，圣人出世，向来被看作是天下将迎来大治、太平即将降临的最高祥瑞。千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对应的正是千年难遇的太平盛世。把后面这几项连起来，一气呵成的读，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浮现了出来。先是那一向的旧秩序轰然崩塌，扫帚星划过长空，不速之客黯然送终。紧接着是第53项的关中天子顺天而出，手握钱纲，让动荡的天下重归于安定。最后是第54项的真龙腾飞9天，黄河之水由浊转清，一个全新的太平盛世就此徐徐展开。这恰恰对应了推背图从头到尾自始至终贯穿着的那个核心思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到了极点，治世也就该来了，物极必反。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推背图骨子里那一套独特的天命观了。研究的人发现，这整本书其实藏着3条彼此交织的脉络。第一条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治乱史观。王朝就像潮水，有涨就有落，从来没有万事不易的江山。第二条更是玄之又玄。有人说，书里暗藏着一条一阴一阳、男女间隔着轮流执政的线索。一位女主之后，往往紧跟着一位男主，循环交替，生生不息。第3条也是最终的归宿，那就是无论中间经历多少治乱兴衰，多少刀光剑影，人类最后都将走向一个天下一家的大同盛世。把这3条脉络摆在一起，你才能真正读懂第53项里那位关中天子在古人的心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推背图最终想要诉说的，其实还远远不只是改朝换代这么简单。在他最后几项所描绘的图景里，呈现的是一个不分黑白、不分南北、无尔无我、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这是儒家追求了整整几千年的最高政治理想。在古人看来，所有的治乱兴衰，所有的真命天子，所有的腥风血雨，到头来都是为了把整个人类一步一步地引向那个天下大同的最终归宿。从这个更高的角度回望，第53项里那个礼贤下士、以孝闻名的关中天子，他真正的使命或许并不在于夺取多大的权力，坐稳多高的位置，而是要去当那个承前启后的摆渡人，把这片历经了无数风霜的古老土地重新平平安安地领向太平，领向大同。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兑现前面许下的承诺，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给自己泼上一盆透心凉的冷水。对推背图，我们终究得保有一份清醒。研究预言的学者其实很早就指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今天捧在手里奉若神明的这个金批本，其实是迟至民国4年，也就是1915年才被正式整理出版，收录进一本叫做《中国预言7种》的书里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严格的说起来，只有1915年以后的那些篇章才勉强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还没有应验的预言。而在那之前的所有那些神乎其神的应验，从武则天到安史之乱，从宋太祖到太平天国，再到甲午海战，几乎全都是后人捧着一本已经写定的历史，回过头去一条一条硬生生对应上去的。这在学问上有一个极其形象的说法，叫做事后诸葛亮。更要命的是，这一类谶书因为历朝历代都被严令查禁，在偷偷摸摸流传的过程中，被人反复的篡改增删，连各项的先后顺序都被人为地打乱过好几回，以至于到了今天，连推背图最本来的面目，学者们都已经考证不清了。
市面上流传的版本五花八门，这一项的次序，那一项的图画，常常各说各话，莫衷一是。你想想看，一本连顺序和原文都存疑的书，我们又怎么能100%地把它当成洞穿未来的铁律？这就是预言这门古老学问最吊诡也最迷人的地方。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那些晦涩模糊的字句里准确无误地说出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可一旦事情真的发生了，所有的字句瞬间就变得无比清晰，无比精准，仿佛量身定做，严丝合缝。更何况喊着那个庞大政权即将崩塌的声音，这几十年来其实就从来没有真正断过，可他每一次都顽强地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挺了过来。回想一下过去这几十年里被人言之凿凿地预言过的崩溃时间点，其实一个接着一个。有人说他熬不过某一场经济危机，有人说他扛不过某一次权力交班，还有人干脆把赌注压在某一个整数年份上，信誓旦旦地说那就是大限将至。可结果呢？一个又一个被反复渲染的期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那座庞然大物依旧矗立在那里。这并不是说大变局就一定不会发生，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这一点，而是说预言这种东西向来都是只报应验，不报落空。那些侥幸猜中的被人津津乐道，传了一遍又一遍，那些早已落空的却悄悄地被人遗忘，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我们的记忆常常就在这不知不觉之间帮着预言玩了一场漂亮的障眼法。所以对于2026年、2027年这些被反复提及、反复渲染的时间点，我们不妨多揣上一份平常心。与其把它当成一个铁板钉钉的倒计时，不如把它当成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去琢磨，去理解，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人如此强烈地渴望着一场大变局的到来，如此热切地盼望着一位真命天子的降临。读懂了这份藏在预言背后的沉甸甸的集体渴望，或许比执着于那个冰冷的谜底本身要更有意义得多。好了，第53项的这个千年谜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回过头再看，这短短的几十个字，讲的真的只是一个未来的帝王吗？我倒越来越觉得，古人小心翼翼地藏在这几十个字里头的，其实是中国人心底最深也最执着的一个愿望。在最黑暗、最动荡的乱世里，盼望着能出现一位有德行、懂得尊重人才，能让饱受煎熬的天下重新归于安宁的领路人。这个愿望从唐朝一直延续到今天，跨越了1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却从来就没有变过。关中天子也好，自西来的孝子也罢，紫薇圣人也好，他与其说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古老民族对清明政治和太平盛世的那一份永恒的向往。说到底，我们今天去读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读的或许并不是冰冷的未来，而是滚烫的人心。每一个在乱世里仰望星空，盼着真命天子降临的人，心里真正渴望的无非是安稳，是公道，是一个能让自己和子孙好好活下去的太平年月。古人把这一份沉甸甸的渴望小心地折叠进了那几句谶语里，一藏就是1000多年。而我们今天的每一次解读，每一次争论，其实都是在隔着1000年的时光，和那些同样渴望着太平的古人轻轻的对话。至于那场大变局到底会不会来，那位真命天子又究竟是不是他，时间终会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睁大眼睛，静静地看着这幅1000多年前就已经画好的藏宝图，如何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亲眼见证之下，一笔一笔慢慢地揭开它最后的谜底。